绝大部分的英国的这些精英人士都认为，英国应该或者说必须跟中国合作，跟中国的合作中他们才能够发展。他们充满了焦虑，认为啊，中国的成功证明民主制度不一定是唯一的，不信他们基督教的国家也能够成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你也能成功。所以我认为英国的政策正在变，从过去几年对中国比较担忧、比较敌视，到现在逐步转向对中国比较的务实或者友好。我这次来英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这种苗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英国剑桥大学。那这个楼和这个草地啊，以前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的犹太的金融家罗斯柴尔德的家族所建的房子。大概在10几年前，罗斯柴尔德的家族的后裔啊，把这个房子捐出来给了剑桥大学的下面的克莱尔学院，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克莱尔学院的校产。今天呢，我们是开了一天的会，这个会呢主要是谈英国跟中国的关系，方方面面的，有搞人工智能的，有搞文学的，也有搞经济的，搞贸易的，搞投资的专家，也有来自于政府的方方面面的学者。开了一整天的会，我觉得这个信息量非常大。我给大家总结就是2句话。第一呢，绝大部分的英国的这些精英人士都认为，英国应该或者说必须跟中国合作，跟中国的合作中他们才能够发展啊。其实私下的2位中国的搞计算机的学者跟我讲说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确实现在是非常领先了，英国必须跟中国合作，包括剑桥大学这样子的计算机领域非常领先的人工智能的这些研究也不能说是最顶尖的，也必须跟中国合作。那么更不用说在其他领域，在贸易领域等等领域也必须跟中国合作。他们说此时此刻，英国好几个大学正濒临破产，必须增加中国的留学生。第二，他们充满了焦虑。有一位学者是研究中国的历史，也是人类学家，他总结得很好。他说现在英国跟中国合作主要的焦虑来自于3条。第一条，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证明西方式的这些民主制度不一定是唯一的，他们觉得这是很沮丧。第二，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成功证明不信他们基督教的国家也能够成功，他们一直认为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他说这个事情是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第三呢，他说呢，以前英国认为我们搞自由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你们中国搞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你也能成功，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挑战。所以他们说这3大挑战是一种生存式的挑战，就像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挑战一样。那么讨论非常的热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英国过去500年总的来讲你没有犯过重大的战略方向性的错误总是能跟着时代的不断的变化。那么现在你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心，能够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些挑战，也更能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很多机遇总的来讲，我觉得英国正在调整它的观点。英国的政策调整一般来讲比西方要早半拍。英国在战略方面的整个的考量一般来讲是引领西方社会的，所以我认为英国的政策正在变，从过去几年对中国比较担忧、比较敌视，到现在逐步转向对中国比较的务实或者友好。我觉得我这次来英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这种苗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朋友们关注。